大家好，我是小峰。今天我们讲一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第一人，他被后人称为释迦牟尼转世，也是他成就了五台山为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大白塔是释迦牟尼的舍利塔，是五台山的标志。先有舍利塔，后有显通寺，慢慢后来才会有五台山佛教圣地之称。大白塔是怎么来的呢？那么我们先得从佛教的起源开始讲。这里有两个人物一定得说，一个是佛教的创始人，当然应该归功于释迦牟尼，但佛教的大规模传播则要归功于阿育王。历史亲切地称阿育王为释迦牟尼转世。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他出生大约是在公元前的565年，与我国的孔子同一时代。释迦牟尼原本是古印度的一个王子，在喜马拉雅山下今天的尼泊尔境内，属于刹帝利种姓。释迦牟尼他的名字寓意就是释迦族的圣人，在29岁时舍弃了王族的生活，出家修行。35岁时，他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创立了佛教，后开始四处推广佛教，直到涅槃，享年80岁。180年后，阿育王出生了。他出生的时候是公元前303年，享年大概70岁吧，是孔雀王朝的第3任皇帝。他几乎统治了印度的次大陆，被许多人视为印度最伟大的皇帝。阿育王又被称为无忧王，他的祖父就是孔雀王朝的创立者。公元前325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从印度河流域撤走，在旁泽普设立了总督，留下一支军队。这时，阿育王的祖父率领当地人揭竿而起，组织了一支军队，赶走了马其顿军队，随后建立了新的王朝。由于他的出生在一个养孔雀的家族，因此后人称为他们是孔雀王朝。阿育王的父亲是帝国的第2代国王宾头沙罗。阿育王只是宾头沙罗王众多王子中的一个，他从小就特别崇敬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喜欢听佛祖的生平，喜欢听佛祖是如何经历过许多的肉体和内心的痛苦，终于成佛的故事。他对他的兄弟们说，佛教可以教人消灭个人欲望，使人安分守己，这对统治国家很有好处。公元前273年，宾头沙罗王病逝不久，为了夺取王位，王子们之间进行了残酷的内战，其中最为激烈的就是阿育王和他的长兄之间的战争。在这场夺王位的战斗中，阿育王曾经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姐妹有99人。我觉得这个数字呢并不是很贴切，可能就是杀了很多的兄弟姐妹。最后阿育王夺取了王位，但直到称王后的第4年，阿育王才举行了登基大典。阿育王即位后呢，就追随着祖父的事业开始了向外扩张。他曾征服过湿婆沙国，但是大规模的扩张是杰林加国的远征。杰林加是孟加拉湾沿岸的一个强国，拥有步兵6万，骑兵1万，战象几百头。这个国家不仅是军事上很强大，而且由于海外贸易发达，在经济上也很富裕，这就引起了阿育王的注目。在他举行登基典礼后的第8年，大约是公元前262年，开始了向杰林加大举进犯。最后杰林加国被他征服了，被俘虏的杰林加人15万，被他杀了的有10万，死伤10几万。继而除麦索尔地区以外，印度次大陆全部归他所有。所以说他前半生是非常残暴的，而且他是非常会用兵打仗。他统治时期成为了古印度历史上空前强盛的时代。杰林加战争对阿育王的影响极大。在杰林加战争结束不久，阿育王同佛教的高僧优婆坦多进行了多次的长谈，最后在高僧的感召下皈依了佛教，成为了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成为佛教徒后，阿育王对残酷的战争给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感到十分的后悔。他曾经发布了一个勒令，在勒令中他说，他对杰林加人民在战争中所
所遭受到的苦难感到深切的忧虑和悔恨。今后代替暴力统治和侵略的将是不竭余力的宣扬佛法。从此以后，他将不再向邻国派遣军队，而是宣扬佛法。阿育王所说的法，就是以佛教为伦理道德的观念为基础，强调仁慈的实践和虔诚的思想。他认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信仰佛法重要的在于行动。一个人能否向善，不是看他参加了多少次佛教的仪式，而是看他在每一件事上是否能够按照佛法去做。阿育王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以自己的家庭作为人生的基点，首先在家庭中体现他所说的那些道理，主要是要服从父亲，尊敬老师和长辈，对亲朋好友的慷慨和友好，对待仆人和贫苦的人要友善，乐善好施，对待动物要仁慈，不能滥杀。阿育王首先以身作则，他宣布在全国废除了斗兽之类的血腥娱乐，不允许用动物做杀生祭祀。在宫廷里，对王公大臣们喜欢的狩猎游戏也加以了限制。佛教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佛教与支那教、婆罗门教等相比还未取得了优势，内部也是教派林立。阿育王邀请著名的高僧长者，召集1000比丘，在华氏城举行佛教史上第3次大集结，去除了外道，系统地整理了佛教经典，促进了佛教的发展。阿育王还推崇佛教为国教，同时对其他教派也慷慨地给予了捐助。他还在印度各地修建了许多的佛教寺院和佛塔。为了弘扬佛法，阿育王派出了包括王子和公主在内的大批的使者和僧侣到邻近的国家和地区传教。印度公主去了西兰传教时，不仅带去了许多的僧侣和佛典，还带去了一只神圣的菩提树的树枝，并亲自把它种在了西兰。这棵菩提树在西兰一直生长到了现在。西兰就是斯里兰卡现在的，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经过一番宣传和使节的往来，佛教不仅传遍了西兰，而且很快的传到了埃及、叙利亚、缅甸、中国和世界各地。现在让我们来讲一讲五台山大白塔这个佛之舍利塔的来龙去脉吧。释迦牟尼佛涅槃后，深信佛法的8个古印度国王将佛陀的舍利分为了8份带回了，并在佛陀一生中生活和弘扬佛法最重要的地方建了8座舍利塔供奉。阿育王打开了8座舍利塔中的7座舍利塔，将佛陀舍利取出分成了84000份，总共新建了84000座供奉佛陀的舍利。佛教徒为了缅怀阿育王的功德，多将释迦牟尼佛舍利塔称为了阿育王塔。传说在中国建造了19座舍利塔，在这19座舍利塔中就包括了五台山的大白塔。这位阿育王真可乃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典范。顺便说一下，以上的画面呢都是印度电影《阿育王》的片段，是印度著名演员扎鲁克汗主演，影片非常的不错，我看了好几遍啊，推荐给大家。阿育王送到中国的佛之舍利塔，这19座当中有7座呢已经现世，在里面发现了真身舍利，分布在呢北京的灵光寺、陕西法门寺、北京的云居寺、江苏的甘露寺、浙江的阿育王寺，还有浙江离峰塔。这第7座呢就是五台山的大白塔。清凉三志载，古印度阿育王用5金7宝铸成了84000座舍利塔，分布在大千世界中。中国有19座，五台山独得其一，称之为慈寿塔。据说东汉明帝时，西域僧人就是因为看到了五台山台怀镇这个地方呢特别像佛说法的灵鹫山，而且此地呢又发现了佛之舍利塔，还奏明汉明帝在五台山修建了寺庙。由此可知，先有舍利塔，才建造了显通寺。北魏时期，显通寺称大佛图寺，意思就是大塔寺，可见大白塔起码在北魏时期已耸立在了五台山上。现存大白塔距
专家研究，始建于元大德6年，至1302年，由尼泊尔匠师阿德格设计建造。以前的慈寿塔置于大白塔的腹中，该塔工程之大，建造之难，为五台山首屈一指。建成后，最初作为显通寺的塔院，明永乐5年1407年，永乐帝命太监杨生仲修此塔，并独立建寺。大白塔塔身拔地而起，凌空高耸，在五台山琼寺簇拥之下，颇为壮观。人们把它称为五台山的标志。此塔通高75.3米，环周83.3米。后清初顺治8年，也就是1651年建的北京北海公园的白塔，与五台山的大白塔基本相同，但其规模和规格要小了很多。北海的大白塔高是35.9米左右，基本上高度就是一半以下了。五台山大白塔全部实心修建，铸成实心塔的原因可能是佛教讲究的就是诚心实意。塔基为正方形，塔身如枣平，粗细相间，方圆搭配，造型优美。塔顶盖铜板8块成为圆形，按对等八卦地位安置。塔顶中装铜鼎1枚，高约5米，覆盖21米多，饰有垂檐36块，长2米多。每块垂檐底端挂风铃3个，连同塔腰风铃在内，全塔共有250个，风欢灵动，叮咚作响。大白塔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项伟大的成就，是中国塔式建筑中少见的珍品和孤品，是研究高层建筑如何经历地震和风雨离电侵蚀而不衰的实物资料。大白塔也是朝圣佛教信徒心中的偶像。香客多绕行白塔还愿，一边走一边念经加叩头，一边抚摸着法轮。蒙藏族佛教徒到五台山，首先要朝拜塔院寺五圣迹，第一圣迹就是大白塔。在大白塔的东侧还有一座高2丈余砖构文殊发塔，拜涂白灰，通体白净，状如宝葫芦。相传文殊菩萨显圣遗留的经就藏其中。很早以前，塔院寺每年春3月都要设一个无遮大会斋，就是不分僧人和百姓，不分穷人和富人，也不分男女老少，凡来者都分给一样饮食。塔院寺有一年设无遮大会斋，斋饭的钟声响过，人们向塔院寺涌来，有一个叫花子模样的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身边拖着一个孩子，后面还跟着一只狗，也随着人群涌入寺中。她挤在前面，她挤上前来，对分饭时的裤头和尚说：“我有急事，请先分给我吃好吗？”裤头和尚给他分了3份饭食，连2个孩子的也有了。这个贫女又说：“狗有生命，也应该给他1份。”和尚又勉强的给了他1份。谁料贫女又说：“我腹中有子，尚需分食。”裤头和尚发怒道：“肚里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就要分食，你真是穷德无厌。”贫女进而分辨道：“众生平等，肚里的孩子也是生命。”随后从袖里取出一把剪刀，剪下一把头发，放在桌案上，就跃升腾空，变成文殊菩萨。裤头和尚惭愧不已，后来在文殊菩萨显圣处修建了座塔，把文殊留下的金发放到了塔里供奉，也是寺内主要建筑。塔院寺还有其他建筑，大雄宝殿在前，藏经阁在后，舍利塔呢在中间，周围呢设有廊屋，还有禅房。现在我们讲一下后边的藏经阁。藏经阁呢面宽5间，高2层的大藏经楼，正中门须上挂着有一块木匾，上有乾隆御笔。藏经阁内有一个木质的经盘，叫转轮帐，6角形，33层，高约10米。最上面一层呢周长为11.5米，最下面一层呢周长为6.5米，构成了上大下小的形状。每层呢若干的小格放置着经书。最下层的底下有转盘，人力可以推动，能够
后来回运转。当然我们去的时候没有看到啊，所以制成这种转龙杖，按佛教的说法是转动永经，成为朝山拜佛者消灾除难。藏经阁现存汉、蒙、藏多种文字经书2万多册，其中属于宋以后至乾隆年间的版本2000余册，都是经典。喜欢我的频道可以点一个关注，下期我来讲一下五台山的其他有典故的寺院。